中考那年，我確診了癌症晚期，爸媽簽字和醫生說放棄治療。臨死前，他們跟我算了一筆賬。小七，這輩子我們沒有虧待過你，別人有的你都有，可是咱家沒那麼多錢了，而且醫生說你這病根本治不好，把治病的錢留給你哥哥吧，他的人生也才剛剛開始。媽媽顫抖地說出這句話，她看上去是在問我，實則已經替我做了決定。我沉默了一會兒，點了點頭。醫生上前拔掉我身上的管子，爸爸站在一旁哭，媽媽只好招呼舅舅把我抱在輪椅上，他連碰都不碰我，把我送到门口。他跟舅舅說：“拜托你了。”舅舅點點頭，沒有說話。我低頭淚眼模糊地問道：“媽媽，我們不回家嗎？”媽媽沒回話，而是拉着爸爸快步走了。在跟舅舅離開的路上，舅舅怕我想不開，還在勸我：“你哥哥馬上就要高考了，你媽只是怕你在家會影響他。”我咬着嘴唇，淚水止不住的点頭。那我們現在去哪？舅舅不说話，只是開着車。大概3個小時後，我們停在了一處偏僻的鄉下。舅舅把我鎖在房子裡頭，每天都按時來給我送飯。看着斑駁的牆皮一點點掉落，我突然感覺自己已經被鎖進了墳墓。哥哥在幹什麼？寫作業嗎？媽媽是不是又給他燉了雞湯？如果我在家，哥哥肯定會分我2個雞翅，然後自己抱着雞腿大吃特吃。但是有雞翅我也很滿足了。這樣想着，我慢慢閉上眼，仿佛看到了哥哥在對我笑。別怕，有哥哥在呢。後來我就再也沒醒，不知道過了多久，再次睜眼，我又回到了家。午後的陽光灑在客廳，媽媽在跟舅舅說話，舅舅紅着眼眶，聲音哽得厲害。晚上沒的，今天早上才發現，走得很好，沒痛苦，不知道是不是做了什麼好夢，臉上還掛着笑。說着，舅舅的眼淚啪嗒啪嗒地往下掉。媽媽沒有哭，她安靜地坐在那兒，臉上也沒有悲傷的表情，只是淡淡地看着舅舅帶回來的遺物。那小七的後事，火化吧，骨灰就放那。舅舅张口欲言又止。這時哥哥從外面回來了，他手裡拿着球，一進門就喊：“媽，是舅舅來了嗎？我在外面看見他的車了。”媽媽和舅舅有一瞬的慌亂，哥哥一進門就四處張望，去我的房間找，沒看到我，他又轉頭看向舅舅：“老舅，小七沒跟你回來嗎？我媽說她就去鄉下玩幾天，人呢？”媽媽偷偷掐了掐舅舅，舅舅連忙道：“哦，小七和你外婆在一起呢，她說暑假後再回來。”原來哥哥一直都不知道我生了重病，他還以為我和以前一樣，又是簡單的發燒。哥哥皺着眉，有些不理解：“離暑假還有1-2個月呢，這怎麼行？”媽媽從他手裡接過書包和籃球，語氣漫不經心：“哎呀，你弟弟又不是那塊讀書的料，讓他玩吧，你別管他了。”哥哥不高興了：“誰說的？小七可聰明了，自從我開始陪他寫作業，他的成績進步了10多名呢。”說完，他轉向舅舅：“老舅，明天一定要把小七送回來。”舅舅扯出一個勉強的微笑，為了不被發現，他找了個借口離開了。媽媽也追了出去：“別告訴咱媽，她最疼小七了，受不了。”舅舅沒說話，眼裡的痛幾乎壓不住。“姐，你沒有心嗎？你就一點不難受？”媽媽臉色蒼白，停頓了片刻，說道：“活着的人還要活着，小杰快要高考了，他學習任務重。”我又看向哥哥，哥哥沒有立刻去做試卷，而是走進我的房間，看着亂糟糟的寫字台搖頭。他開始收拾，把東倒西歪的練習冊擺正，把散落的本子一疊疊放好。翻到我的語文練習冊時，他看見我在蘇軾的腳下畫了2隻雞，還給他配了個姿勢，像是踩着風火輪狂奔。哥哥噗的一聲笑了出來，他在旁邊用鉛筆寫了句：“不好好學習啊，小家伙。”然後他開始給我制定詳細的學習計劃。他計算着我一天能背多少單詞，能做多少題，把每項任務都寫得清清楚楚。最後還加了一個溫柔的小括號：寫不完也別勉強，只要比昨天有進步就好。寫完計劃，他伸了個懶腰，忽然又想起什麼似的，他又在末尾補上了一句話：“小七，人好好學習是為了自己，哥哥真心希望你好。”落筆時，他輕輕笑了一下，似乎已經看到了我備受鼓舞努力學習的樣子。廚房裡傳來切菜聲，媽媽在做飯。小時候，我最喜歡在她做菜時陪在她身邊，給她遞東西，像是個認真負責的小助手。我常常幻想，那不是廚房，而是手術室。媽媽是主刀醫生，我是旁邊遞工具的小護士。我會學護士給醫生擦汗的樣子，拿毛巾給他擦臉。他總是被我逗笑，溫柔又寵溺地叫我：“小助理，把雞蛋遞給媽媽。”日復一日，他早已習慣了廚房裡只有我們母子2人。可是今天廚房只有他一個人，只有刀落在砧板上的聲音。人們都說，當身邊有親人離世時，最親近的人往往不會有那麼切實的感受。什麼時候才發現這個人不在了呢？
可能就是在某個日常的不能再日常的瞬間，譬如拿2個西紅柿，媽媽打好雞蛋，想都沒想就先把雞蛋倒進鍋裡翻炒，炒好盛出來後，她伸手準備接我遞來的西紅柿，忽然她動作一頓，她抬頭，廚房空空如也，就連整個家都顯得格外安靜。她寂靜了一瞬，眼眶中猛地蓄滿淚水，她想把所有眼淚和情緒都憋回去，可淚水還是止不住地往下掉。最後她強撐着讓表情恢復冷淡，轉身從冰箱裡拿出西紅柿，低頭切了起來。但就在那一刻，她忽然想到，她好像從沒有在做飯時問我想吃什麼。她總是會問哥哥，哥哥每次都是說隨便，而我會趴在她身邊，甜甜地說一句媽媽做什麼我都喜歡。舅舅回到鄉下處理我的後事，他拉着我去火化，又獨自一人抱着我的骨灰回到了那間破舊的小房子。他回去的時候是晚上，周圍漆黑一片，屋裡沒有燈。看着床鋪，他的腦中忽然浮現起我躺在這等死的樣子。我总是背对着門，盯着那面牆。舅舅把我的骨灰放下，轉身去收拾床鋪。月光下，他看到了那面牆，那裡有我記下的時間。我用小石子在上面刻正字，上面還歪歪扭扭寫了一行字：刻完正字，媽媽就會來接我。字的下方正字只差最後一筆，而我恰好死在了那天夜裡。舅舅頓住了，他的眼裡蓄滿淚水，沉默了好一會兒，他才收起被子轉身離去。回到家的時候，外婆正坐在院子裡，她戴着老花鏡，緊緊盯着那部已經老舊的手機，嘴裡氣得直嘟囔。我知道外婆為什麼生氣，以前每隔1天我都會給她打電話和她聊聊天，有一次我隔了2天才打，結果她氣得不行，說我已經半個月沒給她打電話了。我笑着說，哪有半個月，明明才2天。她卻冷哼一聲，滿臉傲嬌，2天就有理，你為什麼2天不跟外婆聯繫？我被她的樣子逗得笑個不停，於是我溫柔地哄她，保證會每隔1天打1次電話。此時此刻，外婆依舊捏着手機，臉色繃得緊緊的，久久不肯睡。隔壁的大爺看到舅舅回來，鬆了口氣，你可回來了。你媽這幾天一直拿着手機，到處問是不是壞了，逮人就問，你快給看看。舅舅知道外婆為什麼會這麼問，他走過去奪過她手裡的手機，扶着她往屋裡走。外婆不肯，快把手機還給我。舅舅不耐煩地說，拿什麼手機？睡覺去。外婆依然不肯。萬一小七打電話來，我接不到怎麼辦？舅舅沉默着不肯給，過了一會兒他才安慰道，小七他們馬上快期末考試了，忙得厲害，沒時間。外婆连连點頭，我知道，他忙着考試，但小七不會忘記我。小七不像你們，忙起來就忘了還有我這麼個人。他執意搶過舅舅手中的手機，攥在手裡盯着屏幕看。舅舅再次紅了眼眶，他嘴唇動了動，想說什麼卻又說不出口。於是舅舅只好騙外婆說今天見我了。外婆眼睛一亮，趕緊湊過去，真的，你今天去他家了？舅舅點頭。小七說他以前學習不好，害得你擔心，這次一定會拿個100分回來。外婆高興地笑了起來，好，要是這樣，他哪怕1個月不給我打電話也行。說着外婆走進臥室，她剛坐下沒多久，像想起什麼似的，突然又開心起來。明天是星期天，小七一定會給我打視頻電話的。然後外婆就高高興興地躺下，把寶貝手機壓在枕頭下面，閉上眼，心裡已經在琢磨着明天如何抱怨我這幾天沒給她打電話。想着想着，她禁不住笑出了聲。爸爸下班很晚，回到小區時已經晚上12點了，小區已經沒了人，只有流浪狗成群結隊地聚在一起撿垃圾吃。就在這時，其中一隻小狗停下了動作，它站在那兒，看着夜色中那個高瘦疲憊的身影，看了很長時間。爸爸認出了它，它叫小黑，是我給它起的名字。小黑小的時候差點死了，因為它是狗媽媽生的狗仔裡最小的一隻，那些小狗仔都拼了命地擠在狗媽媽身前吃奶，它擠不過它們，被踢到一邊，連狗媽媽都嫌棄它。那天我跟爸爸取完快遞，在草叢發現了被擠出來的小黑，狗媽媽明明就在旁邊，卻看都不看它，我心裡難受得不行，拉住爸爸問，爸爸，我們能不能把它帶回家？爸爸皺着眉瞄了一眼，不行，你哥哥要學習，哪能養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？我听他的話，没把它帶回去，但是我在小區地下室給小黑搭了一個小窩，裡面鋪着我不用的毯子，還給它放了羊奶。我把它藏在最安靜的角落，每天都會偷偷去餵它。為了照顧它，我查了很多小狗的資料，也知道流浪狗可以免費打疫苗。於是我抱着小黑去了寵物醫院，醫生看了看，說小黑先天不足，又被母狗拋棄，很可能撐不到打疫苗那天。我抱着小黑哭得很傷心，小黑好像能感知到我的情緒，它舔了舔我的臉，一雙純真的眼睛充滿了關切和委屈。他不懂我為什麼流淚，但我看得懂，他想要安慰。我搖了搖頭，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字一句地說，小黑，你記住，你可以的，
你必須給我活下去。後來小黑真的撐到了打疫苗那天，我再次抱着他去醫院時，醫生摸了摸我的頭，又摸了摸小黑的腦袋，笑得眉眼彎彎。他說愛總能創造奇蹟。再後來，小黑一天比一天壯，成了小區的戰神，誰都打不過他，他也誰都不怕，卻永遠只對我摇尾巴。此時，小黑站在遠處看着我爸，他緩緩走近，嗅了嗅爸爸的腳跟和鞋，像是在找我留下的氣味。可是爸爸很不耐煩，他踢走了小黑，小黑被踢了一腳，卻沒有放棄。這一次，他嘴裡叼着一塊沾滿泥的粉色毯子，爸爸嫌他髒，抬腳又想踢。就在這時，他瞄見了毯子上的星星圖案，他愣在了原地。那是他買給我的毯子，我幼兒園的時候把它當寶貝一樣，只要蓋着它就能睡着。為了那條毯子，我纏了爸爸很久，他才肯給我買。爸爸失了神，他追着小黑，这毯子為什麼在你這裡？拿過來！爸爸一直在後面追，追着追着，突然絆倒在地，他撲在冰冷的地面上，像被掏空了力氣，突然就哭了。小黑叼着那個毯子回到了他現在的根據地，他窩在陰暗的角落，用毯子把自己裹住，但他沒有睡，只是望着夜色深處，黑亮的小眼睛一動不動，不知道在想什麼。也許他在想我去了哪裡，想我還會不會回來，想我們什麼時候能再見面，什麼時候他還能圍着我轉圈，搖着尾巴興奮的不知該叫還是該跳，只為了表達一句好久不見。爸爸從地上爬起來，收拾了一下沾滿泥土的褲子，也收拾起自己的情緒。他回到家剛換上鞋，就看到玄關旁那個被我改造成小零食櫃的快遞箱，裡面裝滿了我為他準備的小零食。爸爸每晚下班都很晚，常常餓得胃疼，他又不願意大晚上自己開灶做飯，於是我就給他準備了很多小零食，箱子上還有我用便簽寫的各種小提示，告訴他每樣零食的口味。爸爸拿起一袋零食坐在沙發上，他麻木地撕開包裝，把東西往嘴裡塞。過了一會兒，媽媽從臥室出來，爸爸沒回頭，聲音沙啞：老婆，要不我們……沒等他說出來要給我繼續治病，媽媽先一步打斷了他。小七走了。爸爸握着零食的手猛地一鬆，他不敢相信地轉頭看向媽媽，他的眼睛通紅，聲音顫抖，張開嘴卻說不出話。但媽媽回答了他：昨天晚上。為什麼？為什麼不通知我？我們應該去看他最後一眼。那他現在在哪兒？我去看他。火化了。媽媽冷冷丟下一句，轉身回了房。看着媽媽冷漠的背影，爸爸的心好像被揪住一樣。他大口呼吸着，踉蹌着跑到陽台，猛地推開窗戶，讓寒風灌進來。可此刻，他竟然為自己的眼淚感到恥辱。他忽然意識到，他有什麼資格哭呢？拔管子的那天，他也在場，他也是這場決定的參與者。這一瞬間，他像被抽空了所有力氣。他抹掉眼淚，轉身去了我的房間。他把我的舊書都從床底下的箱子裡拿出來，一本一本看。從我小時候最愛的童話，到長大後愛看的耽美小說。還記得初中的時候偷看，被他發現了。他看了2章，皺眉嫌棄，這什麼玩意兒？爸爸邊想邊忍不住發出一聲鼻音似的笑，撫摸着那個小說的封面，仿佛想到了我當時笑嘻嘻撒嬌的模樣。然後翻着翻着，他看到了我的日記本，上面還有一個小密碼鎖。他熟練地輸入了我的生日，一下就開了。第一頁是我5歲時的日記，那時候我坐在他的懷中口述，他來幫我寫。內容是爸爸今天給小七買了一本日記，以後這裡記錄小七的成長。他一直翻看，裡面都是些瑣碎，比如吃了什麼，玩了什麼，看了什麼動畫。直到他翻到那次他的工傷，他躺在醫院裡，全身裹滿紗布。那時他的工友開玩笑嚇唬我說：嘿，你爸爸要死了。我一下子就坐在地上哭了，把大人們逗得哈哈笑。爸爸抱着我哄了好久。後來我在日記裡寫道：老爺天啊，請不要帶走我的爸爸，如果可以，我願意用我的命換爸爸活着，求你不要带走我的爸爸。看到這句話，爸爸整個人崩潰了，他緊緊抱着那本日記，哭得就像一個做錯事的孩子。那天深夜，爸爸捧着我的日記本走到床邊，他翻開那一頁讓媽媽看，希望從他的身上看到一點溫度。媽媽不看他就強迫他看，然後媽媽被迫看着那一頁我寫下的話。爸爸顫抖着眼淚不停往下掉，他哭着問：秀華，我們做了什麼？媽媽看着那頁日記面無表情，過了良久她才徐徐開口：是啊，小孩子的心是那麼純粹。他說愛爸爸媽媽，那就是真愛。我們曾經都是小孩子，但你還是小孩子嗎，林建平？媽媽蓦地抬眼對爸爸發出了質問。爸爸沉默了良久，他諷刺似的笑了一下。你是說，我們長大之後還不如小孩子？我知道那並不是媽媽真正想表達的意思，但是聽到這句話，媽媽愣住了。她翻過身，背對着爸爸，閉上了眼睛。5月12日，母親節。今天是我死去的第2個星期，哥哥正處於高考衝刺階段，每天早出晚歸，也顧不得多問一句我怎麼還沒回來。
只是在路過我的房間時，經常搖頭嘆氣，有時還會在嘴裡嘀咕一句又貪玩。這天哥哥坐在飯桌前做作業，但是目光卻時不時飄向門口。媽媽把菜端上桌，他卻不動筷。媽媽說：“你爸中午不回来。”我知道，我在等小七。媽媽的手顿了一下。等什么？他在乡下。哥哥胸有成竹，他今天肯定能回来，他要给你过母親節。說着，他把手機裡的短信翻出來給媽媽看。那是3月份的時候，那時候我已經開始構思該送什麼禮物了。哥哥勸我不要送花錢的禮物，他說的對。小學3年級的時候，我用13塊錢買了一朵康乃馨送給媽媽，結果媽媽接過花的一瞬間，劈頭蓋臉就是一頓罵。她問我花有什麼用，還嫌我亂花錢。我委屈地站在那兒哭。雖然我很想說媽媽祝你母親節快樂，可是我說不出口。後來我再也沒敢送過花錢的禮物，過節不是送手工就是寫賀卡。可3月份的時候，我總是身體不舒服，做噩夢，莫名的有種不久於世的直覺，所以我想送媽媽一份禮物。哥哥沒幫我想出什麼，還說我笨笨的不會自己思考，於是我就賭氣發了一句話：我一定會送給媽媽最棒的母親節禮物。媽媽看着那條短信沒什麼表情，她把哥哥的手機收走，淡淡道：吃飯吧，他早忘了。小七怎麼可能會忘？哥哥依舊很篤定，可突然媽媽發火了：我讓你吃就吃，廢什麼話？哥哥被嚇了一跳，不明白媽媽為什麼情緒失控。他知道媽媽平時情緒穩定，一旦發火就絕不能反駁。於是哥哥頓了頓，沒再說什麼，乖乖地低下頭吃飯。可是他還是悄悄給我留了很多我愛吃的菜。我吃飽了。哥哥吃完飯背起書包離開，媽媽看着桌子上的剩菜面無表情，身體卻微微顫抖。又過了1個星期，我仍然沒有回家，哥哥心裡的不安越來越重。他給我打電話，卻永遠只聽見關機的提示音。於是他又問舅舅，舅舅卻說我在陪外婆，村裡沒有信號。他選了個周末想去接我，卻被媽媽攔了下來。你離高考還有幾天，心裡沒數嗎？是我不讓他回來的，我怕他影響你。你要是想讓他早點回來，就給我好好考。看到媽媽生氣了，哥哥不敢再多說什麼，只是拼命讀書。可每次劃過我們的聊天窗口，他心裡那股說不清的愧疚感就會湧上來。偏偏就在這個周末，我們班主任來家訪了。媽媽給老師倒茶，平靜地說：小七不在家，他去鄉下了，我已經跟您請過假了。班主任歉意地笑了笑。很抱歉冒然打擾，但我想確認一下孩子為什麼一直不來上課。學校最近對曠課的情況負責得很嚴格。媽媽搖頭：是我媽媽身體不好，她去陪外婆了。老師沒有追問，只是從包裡掏出一張機票和一封邀請函。媽媽低頭一看，神情疑惑。班主任溫和地笑道：小七媽媽，小七沒告訴您嗎？她之前寫的短篇小說投稿得獎了，主辦方邀請她去市裡參加頒獎，還準備了獎金呢。媽媽盯着那張機票看了好久。班主任在一旁誇讚道：小七媽媽真是好福氣，小七很有創作天賦，雖然她其他的成績不怎麼樣，但她的語文成績和作文從來都是滿分。班主任看媽媽沒反應，輕聲喚了一句：小七媽媽。媽媽回過神，點了點頭，但是她聲音仍舊淡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還有什麼事嗎？老師看她這副疏遠的樣子，也沒再多說，只是起身叮囑了一句：孩子馬上中考了，課程不能再落下，盡量讓他早點回來吧。就在她關上門的那一刻，哥哥從房間出來了。他看着媽媽神情冰冷，對上哥哥的目光，媽媽愣了愣，隨即又恢復了神色。怎麼了？哥哥壓着怒氣問道。媽，小七到底怎麼了？沒怎麼。那你為什麼騙老師說外婆身體不好？為什麼要說她在陪外婆？我剛剛給外婆打了電話，外婆說小七根本就沒在她那，她也好久沒接到小七的電話了。媽媽低下頭看不清神色，哥哥又舉起手機質問。我剛剛給舅舅打電話，舅舅卻還說小七在陪外婆，小七到底在哪兒？他到底怎麼了？媽媽蹙起眉，冷冷盯着他。玲姐，你馬上高考了，這不是你該關心的事。哥哥點頭。好，那更簡單，你告訴我小七在哪兒，讓我和他打個電話，只要確認他沒事兒，我就不再問了。媽媽皺緊眉頭，不知道怎麼說。見媽媽不說話，哥哥直接拉開家門衝了出去。媽媽追上他。玲姐，你去哪兒？哥哥狠狠甩開媽媽的手，一路狂奔到小區門口。他打了輛車，讓司機直接開到鄉下。司機原本還打算跟他講價，卻被哥哥的吼聲嚇住了。經過2個小時的疾馳，哥哥很快到達了外婆家。外婆站在院子門口，好像一直在等哥哥。他緊緊攥住哥哥的手，急得聲音都在發抖。七七呢？他們為什麼騙我？我的七七去哪兒了？這時舅舅也收到了媽媽的消息，他趕忙趕到了外婆家。看着舅舅眼神閃躲的樣子，哥哥已經確定了他什麼都知道。他衝過去揪住舅舅的領子，告訴我舅舅，告訴我到底怎麼了？哥哥的聲音顫抖着。如果只是小七不聽話，離家出走了，或者其他的什麼小事情，你們不可能這麼隱瞞的，對嗎？哥哥越想越害怕，他攥着舅舅衣領的手因為過度用力發白。小七他怎麼了？
到底怎么了？舅舅承受不住，用力揉着自己额头上的汗和眼角渗出的泪珠，挣扎了许久，他妥协了。走吧，我带你去。舅舅带着哥哥来到了存放我骨灰的那个小屋，我在那度过了无数个寂静无声的晚上。那一天陽光正好，四處田野都在烈日的照耀下生機勃勃，盎然地揚着頭，微風拂過帶着熱浪。那座小屋在這樣耀眼的田野中央顯得異常的孤獨。我想在哥哥走在小路的那一剎那，他能想到最不好的結果，也許只是我生病了，甚至病得很重，才被隔離在這兒。但他沒想到另一個最壞的結果。這是什麼？哥哥呆呆地站在那兒，看着擺放在窗台上的骨灰盒，然後他突然笑了，就像一個人忽然精神失常，看到了什麼不可接受又荒謬的事情一樣。他指着那個骨灰盒，又問了一遍：“這是什麼？”舅舅低着頭不說話，他無措地站在那兒，大口呼吸着，忽然眼淚不斷地往下掉。不對，這一切都是假的。他一遍一遍地去問舅舅，直到舅舅親口說出小七沒了這句話。哥哥聽了沉默片刻，然後像聽到什麼荒唐的話：“放屁，扯呢！小七前段時間才剛給我打電話，說天氣太熱了，想吃冰棒。”說着說着，哥哥泣不成聲，他掏出手機點出我的語音給舅舅聽。語音裡我笑嘻嘻的撒嬌：“哥哥最好了。”聽到我的聲音，他顫抖着捏緊手機，渾身開始止不住的發抖。他抖得蹲下身抱住膝蓋，想要止住這種顫抖，卻止不住。後來舅舅和哥哥一起回到了外婆那裡，哥哥情緒很平靜，他抱住外婆，輕輕拍了拍她的背：“外婆別擔心，小七她只是不想考試，所以躲在了舅舅家。我剛才已經說過她了。”外婆將信將疑，她看着哥哥發紅的眼睛：“我不信。他不想考試，為什麼不躲在我這裡？”哥哥笑了：“小七也不想外婆覺得他沒出息。”外婆有些動搖：“那他現在在哪兒？”“我剛訓完他，他現在跟我鬧脾氣呢，不肯出來。”外婆一聽就生氣了：“你訓他幹什麼？就你學習好，就你了不起。”哥哥眼睛泛酸，連忙轉過身去：“好了嗎？過2天孩子們考完試就回來陪你，別生氣。”外婆一路被舅舅拉着進屋，嘴裡還罵罵咧咧：“你們就知道欺負我的七七，你們就是看他好欺負。”後來哥哥又回到了那間小屋子，他嘴裡一直喃喃自語：“為什麼一定要是這裡？他都快要死了，為什麼不能在死前讓他住好一點的房子？”舅舅告訴他：“自從開始給小七看病，各種住院費、醫藥費、化療，都花了50多萬了。你媽想省點錢給你留着。”哥哥聽到這句話攥緊了拳，舅舅深吸了一口氣，調整好情緒，他看向哥哥：“阿姐，你媽媽這個人看上去冷漠無情，但其實她的考慮不無道理。她不想讓小七再遭罪了。”哥哥沒有再聽，而是轉身回了家。他回去的時候已經是深夜，媽媽就這樣一個人坐在沙發上，好像等了很久很久。哥哥走進去開了燈，媽媽眯起眼，抬手去遮擋光線。她看着哥哥懷裡的骨灰盒，眉毛皺了皺，又很快恢復平靜。“小七得了什麼病？”“急性腦癌。”哥哥點頭坐在媽媽對面，他把骨灰盒輕輕抱在懷裡，目光柔和，就像小時候抱着我看我的樣子。“這病要花多少錢？”媽媽淡淡道：“不是花多少錢的問題，治不好。”“你怎麼知道？”“醫生說的，而且好了也會復發，好了也做不了正常人。”哥哥點頭：“醫生沒說會死。”媽媽沉默，過了好一會兒，哥哥才問：“為什麼不給小七治？”媽媽直言：“沒錢，家裡的錢要給你上大學，買婚房。如果你找一個外地的女朋友，那可能還要付不少彩禮。”哥哥眼睛紅了，他點了點頭，笑得譏諷：“又是錢？你腦子裡為什麼都是錢？萬一呢？”“沒有萬一，我希望他不要這麼痛苦，我們耗不起。”哥哥難以置信，不可思議地看着媽媽：“林杰，你什麼都不懂，你根本不懂什麼叫後果，就好像你不懂高考對你究竟有多重要，這麼關鍵的時候還浪費時間跑去鄉下。”哥哥臉上淚水滑落，他擊絕一笑：“是啊，你最懂了，什麼利害關係前因後果的你最懂了。媽，我覺得你真可怕。”說完，哥哥抱着我的骨灰往外走，媽媽渾身發抖：“你給我站住！林杰，你還要高考！”哥哥沒有停下腳步，媽媽追着他哭了，他哭的聲音顫抖，幾乎帶了點懇求：“我這是為了你好，為了這個家好，我問心無愧。”在哥哥抱着我的骨灰離家出走的那個晚上，我給他托了個夢，我說：“哥哥，你不要哭了，你還要參加高考。”他突然就生氣了，抬眼瞪我：“你沒話了？你來夢裡找我，就是為了告訴我還要高考？”我笑了，衝他撒嬌：“可是這個事真的很重要。”他皺眉：“為什麼？”我撒謊：“因為我以後要做哥哥的孩子，所以哥哥一定要好好考試，以後找一個好工作，賺很多錢，買大房子給我住。”哥哥眼裡流露出了驚喜的神情：“你說真的？你會來做我的孩子？”
我点了点头，他擦了擦眼淚，攥住我的手。那我们说好，你一定要来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我一定会加倍的对你好。我点了点头，我相信的。哥哥也相信了。第二天他就放下悲伤，努力读书。高考的意义自那天起对他截然不同。白无常拉着手中的链子，面容冷漠。看好了。我点头。那我们走吧。我说等下。白无常看我，我微微一笑，恳求道：能让我在離開前看小黑一眼嗎？白無常笑了笑，不用看了。說着他示意我的身後，我突然看到小黑，他甩着舌頭衝我狂奔而來，我心疼地擁抱住他。小黑，你怎麼來了？白無常告訴我，他在你哥哥抱着的骨灰盒裡聞到了你的味道，他知道你死了，然後就開始不吃不喝。我抱着他泣不成聲。小黑，你怎麼這麼傻？因為他什麼都不懂，他只想知道他最愛的人在哪兒，然後朝他狂奔，哪怕死亡是代價。我緊緊擁抱着小黑，他開心極了，我看得哭笑不得，抱着他走過奈何橋，再見了，我這愛與不被愛的一生。